又是从来没遇到过的故障。只要把第二条宽带接上去，整个网络就给你崩掉了。要想恢复网络，那么只能把一条宽带给拔掉了。当时我听到这事，觉得非常的不可能，于是就半信半疑的赶到了现场。现在什么情况？我给他通双网的话，他就没有了。通双网就没有？他也没有网。过来他们这边的时候，看到有这么多设备，我就先开始了解他们的线路布局，看看是不是他们把线接乱导致的。这个是无线的网络。对。这个也是负责无线的。对。这个当纯 AC。对，纯 AC。这个是监控的。然后这下面这些是监控的。不，这下面是我们收音系统的。收音系统的。对，这个是收音系统。收音系统。这个是监控。经过一番沟通下来，发现他们网络做的还是非常规范的。比如这两个路由器，一个是负责有线网络的，一个是负责 WiFi 的。下面也有两个路由器，一个是专门负责监控的，另一个是负责收音系统的。总之每个路由器都有自己的独立工作。他们说之前是运行的好好的，但近期他们网络就突然崩了。后面他们发现只要拔掉一条宽带就可以解决了，所以喊我过来看看能不能解决。当时我半信半疑的用电脑接上去，发现当前是有网络的，然后又给宽带测了一下网速，发现是可以跑到1000兆的。于是我就让他们把第二条宽带接上去，看看会不会像他们说那样，一接上去就动网。你这样盯住盯住。你这条线是到光猫的，你这光猫是路由模式还是不是调节模式？都是路由模式。都是路由模式。一接上去会动网。现在没断，但是已经打不开网页了。打不开网页了？还有这种事确实打不开了，这什么原理？你这种情况我没见过。我再拔掉这光猫。对。拔掉了。拔掉了，我看到网页能打开的。一拔掉就马上好了。对。大伙看，一拔掉一条宽带，网络就立竿见影的好了。当时我就怀疑是不是光猫有问题呀，于是我就把光猫接到我电脑上，看看我电脑能不能正常看网。光猫接上去后，我首先测了下网速，发现能测出500兆的宽带。500兆的。他们说这光猫确实是500兆的宽带，那么这个光猫确实也没有任何问题。但是我再次接回去的时候，网络又崩掉了，一插上去就秒直接没了。你这是什么原理？是不是在冲突？我说的是。对，地址多少？这种情况我只能进路由器后台看见是什么情况了。当时我来到了后台，我看到的万1和万2都是霍启1网段的。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起冲突，但这边的负责人告诉我，其他3家门店都是这样霍启1网段的，但从来没有断过网，就是不知道这边为什么突然就这样了。为了排除这个原因，我就把其中一个光猫改成了0网段。但是尽管我改成了0网段，一接上去网络还是会崩掉。我又进后台看了下，确定一个是1网段，一个是0网段，按理说不会有冲突才对。我这里就拼了下外网，发现外网也是拼不通的。外网也拼不通，但是只要我拔掉一条宽带，待会儿看吧，网络就马上给我恢复了。要是你再接回去，不出5秒，网络就马上崩掉了。插回去，外网直接崩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这边突然就停电了，但机房的设备没有被影响。停电了？这个片段是我刻意留下来的，可能和答案有关。不像停电，电脑还有电呢。没有，我们电脑坏了，太早了。嘿嘿，这不可能啊！谁给你？当时我就怀疑第2条宽带有问题了，于是我这次没有拔第2条宽带，而是拔了第1条宽带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仅仅拔了5秒，网络就恢复了过来。大伙也看到了，反反复复的测试，这2条宽带确实不能够共存。当时我就给一个光猫改成调节模式，让路由器不要试下，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大伙看吧，万2现在是实实在在的不要上网的，万1它是自动获取的。但是尽管我改了，一插上去还是会断网。断了。从来没遇见过。只有再拔了，网络才能恢复。于是我就把第2个光猫也改成了调节模式，看着这样2条宽带能不能共存。当时为了排除跳线的问题，我还给光猫换了新跳线。就这样，2个光猫都改成了调节模式，
路由器也成功拨号了，但是网页它就打不开，一样是要拔一条宽带才行。当时我也怀疑过是不是这个路由器坏了，但人家否定了，因为他也试过其他路由，都是这种情况。当时我不太相信，于是我就接下面那路由器试了下，断的真是快哦，插上去直接断，拔了就马上恢复了。那只能怀疑是他们光猫有问题了。当时我们就把宽带师傅给摇来了，但经过人家一番检查，光猫确实没有任何问题的。为了打消我们的顾虑，宽带师傅还给我们换了光猫，认为把光猫给换了，故障就能解决了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吧？一样的，也是通不了。对。有什么原因？就是我告诉你了，把我搞懵了，原因就是这样。如果搞不了就先恢复，让他们先用着，你先去想好了，或者你以后让人用，好吧？这也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，当时我也没辙了，我只能怀疑他们路由器是不是做了某种配置，才导致这种情况发生的。于是我就问他们能不能给路由器还原出厂，让我重新调试一遍。当时他们也答应了，于是我就给路由器还原出厂，重新配试了一遍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不管你如何配置，只要两条宽带同时接入，网络还是会崩掉，没有任何理由。当时我就看了一下他们光猫，我倒是傻，这边有6条宽带，我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宽带来试下呢？于是我就用其他的宽带放到第3个路由器上试了下，但遗憾的是网络一样会崩掉。这貌似就像铁一样的规则，1条宽带可以正常上网，只要2条网络绝对会崩掉。后面实在没辙了，1条宽带就1条吧。但事情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。当时改了路由器拨号，以为网络会稳定些，但是后面发现网页打开特别的慢，有时候页面加载半天都加载不出来，这比光猫拨号差了太多了。当时我就进后台看了下，万口的 IP 地址居然就没了，再过几秒它又自己出现了。当时我就看了下系统的运行日记，发现万一断开的频率非常的高，短短2分钟就断开了5下。我再往下翻了下，全是断开的记录，难怪网络会出现爆卡。后面我们又以为是光猫的问题，于是就用电脑单独接到光猫上。但是你们猜怎么着？我们 PY 网和打开网页测试了1个小时，仍是没有断开的记录。但只要路由器拨号，网络每隔10几秒它就会断开。遇到这种情况，我只能摇人了。经过我朋友一番检查后，他和我说是设备坏了。当时他告诉我，这里大量的 UDP 数据包在报错，不只是 UDP 的包， TCP 和 PIN 的包也存在 FCS 错误，这说明了硬件存在故障。后面他直接路由器内部抓包，然后再打开专家信息给我看，说红色的校验包这妥妥的硬件故障了。但是这边的网友说，不是不相信我们这边的水平，而是我来过也试了3台路由器，都是这种情况。你要说3台路由器坏了，这概率也太小了吧。当时我就坚信我的朋友，由于下面2个路由器不能轻易断网，为了证明是设备坏了，我只能回去拿我的路由器来测试了。这个也是企业级的。那你用这个系线吧？啥这个系嘛？这个通电。其实能遇到这种案例，我非常的开心。不过他们挺好奇，我为什么一边修一边拿着手机拍摄。当时我是这么回他们的：你这种要解决了，看点多了，至少把这些全部案例全部收集完，方便以后的人提供参考吧。做这行的小白都是不容易的，没人教，我也是没人教啊。所以我把遇到的全部收集起来给他们看。他们平常的话也会支持我一点，买一些工具啊什么的，螺丝笔啊、寻线仪啊、电笔啊这些。你那个 Flock 是店里面的吧？公司的。至于后面的测试我就跳过了。总之所有的光猫接到我路由器上，不管是1条、2条还是3、4条，都没有出现断网的情况。这就说明了他们3台路由器确实同时出了问题。具体原因我就不清楚了，也可能和他们断电有关。但是这种故障还真是可遇不可求。